把我们的护照、所有的证件信息全部收走。你要还不给你，就麻烦了。我牵扯到可能要不开中国汽车，我告诉你们有多难。车扣48小时罚2000块钱，那什么车开多也行。4000。在中国呢，还有一个名字叫猫，对，它现在是车里的基本。大家好，这是我们开着中国汽车穿越非洲第一站的最后一天。一会儿呢，我们就会跨过摩洛哥的边境，前往毛里塔尼亚。究竟毛里塔尼亚又有什么样好玩的东西呢？究竟我们中国汽车跨越边境的时候是不是那么顺利呢？我们现在一起出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兄弟们啊，这个路上我停一下，看看这个沙漠是白沙漠啊，撒哈拉一共有3种颜色。这个黄沙漠、红沙漠，还有黑沙漠，现在看到是第4种白沙漠。看看，哇塞，它这沙漠全是很细的一个沙子和石头的一个混合物，但是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对，你们看看，真的，白沙你们见过吗？白色的沙漠，不是黄的。哇塞，一望无际啊！看看，漂亮。非常的美，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下还能长出植物来，还是松树。看来松柏不但耐严寒，还耐高温，还耐干，真的挺漂亮的。太漂亮了！你看那边天和沙漠已经连为一体了。天跟沙漠是黄色的，到这边天和海是蓝色的，黄色、蓝色，哇，非常的漂亮。为了让大家看看这个撒哈拉沙漠白色的沙子和我们这个漂亮的公路啊，加上这个我们的这个摄像机，我们这个车外的景观都是这么拍的啊。看看，放一个 GoPro 啊，来，我们准备出发。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我们看啊，从这儿开始挂小国旗了，然后这一条路呢就是通往海关的路，大概还有不到1公里就是海关大门了啊。一会儿也不知道能不能拍摄啊，这个能拍我就尽量拍，拍不了我只能过关再说。OK 啊，第一个是一个，应该是在门口门卫啊，警察门卫啊。还有这个警。OK， 他们大概看了看护照就过来了，然后真正检查护照在后边啊，检查签证、护照这些东西在后边。我们要在这停了啊，看看。他们的护照是要给到后边去，我下去看一眼啊。不敢录了，到这儿吧也就。这里，兄弟们啊，果然出问题了啊！这个他们俩都没事儿，问题出我这儿了。这个车都没问题，车都审过了，各方面啊很快，10分钟就全搞定了。但是我的签证是从丹吉尔颁发的啊，咱们落地签，我是坐船过来的嘛，运着车。但是他们竟然没把我的签证录入到系统里，在系统里查不到，等于是我是黑户。天哪，我是黑户啊！他们现在打电话去了，上楼去解决这问题。兄弟们啊，现在呢，我就在这个一个大厅里等，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了，找也找不着那个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现在就一直在那等，也不知道最后怎么着。这要是一直打不通电话，或者是对方不承认，就说没有，那我还真出不去了。刚才说，如果查不到，打电话到丹吉尔那儿核实，还是查不到，
那可就麻烦了，我牵扯到可能要给我送回去。兄弟们啊，终于拿到护照了啊！护照是拿着了，大家别以为就完事儿了啊！现在刚过了警察这一关，下一关是海关啊。这还真不是一般麻烦啊！人过去和咱们开着中国汽车过去完全不是一概念。我们的车要从头到尾的去检查一遍。完了呢，来了条狗啊，他们从大笼子里放了一条狗出来，完了前后都闻完了都没问题。这个还碰上了一个他说你知道打羽毛球吗？有一个警察说，哎，我说知道。他说我是林丹的徒弟。哎呦，我说这可好了，怎么着？要什么？要这个啊 ？OK， 他看得懂吗？然后他是冠军，套了词啊，他是摩洛哥整个羽毛球的冠军。然后呢，就跟他套了套词，然后突然出来一大叔，拉着我手，从车上给我拉下去了，给我拉到办公室里去了。当时我就把包给拿完了，我都是觉得这是不是要小费啊？因为这个之前在欧洲有过这种经历啊。然后呢，说你跟我说拿着我那个车辆的那个身份证那个卡，完了我把包给他了，我就空手去的，完了给我带进去了，就一直拉着我，就一直这么着攥着我。我特别怕他在外边笑眼相迎，哎，到一个没有摄像头的地方，或者到我办公室里，咵这脸就耷拉下来了。但结果是我多虑了，他给我带到了一个办公室里，这个人一边查着我们这车，打着电话，完了最后给我们那个盖了一个章啊。这个呢就是进海关必须拿这张纸，出去也必须有，如果丢了，那我觉得会非常的麻烦。终于回来了，兄弟们啊，这关算是过了啊。这个998一难啊，摩洛哥的关口算是过了，是吧？他说现在小心，从这里小心，这个别的海关只要他们只要想钱，他们只要想钱，也就是说毛里塔尼亚开始讹我们了呗。出了摩洛哥到毛里塔尼亚之间有一个真空地带啊，我已经看到毛里塔尼亚的那个，哎呦呦呦呦呦，已经感受到毛里塔尼亚的热情了。到这关口了啊，他们还挺吓人的，头上都围着绿布和黑布还有白布啊，对吧，圆圆？是他这个装扮完全不一样。他这装扮很像塔利班。而且他们是军人的衣服，都是绿色和深绿色，完了把马克带到一个小房间里了。他们所有的头巾都围起来。我下车看看。好，我下一趟。OK 了。OK 了。啊。OK， 咱们先开车啊，一会儿接着说。OK。那个老头啊，完了，他刚才帮我们说是办过关的这个保险，但是很危险。一上来他把我们的护照、所有的证件信息全部收走，你要还不给你、啊。然后我一直跟他说，我说你能把护照给我吗？他不给我。他让我把车停这儿啊。来看看啊，我们就一关一关的过啊，兄弟们。OK。It's okay. Finish. OK, finish. It's too difficult. Yes. 170欧元。一共170欧元是吧？但是要给他小费。不是，他就挣这个170欧元。他说他付 OK， 我明白了，咱们先试试，咱们看他到底要干，一共要多少？但是你看啊，你看哪个是170欧元，还是他要170欧元的？他要170欧元的费用，这是1600当地币，是400人民币。刚才他垫了一个400，又垫了一个80，一共是2000，大概是500，但是他要170欧元。170欧元所有的费用吗？对，他要100欧元小费，差不多就是。OK，Thank you。Thank you。这应该是我们过的最麻烦的海关，比阿富汗还要麻烦啊！根本就不是说1个2个在卡，我们5个6个，哎，光盖戳盖了4、5个戳。如果要是行人，就是您自己来背包来，可能没这么麻烦，因为他只需要办理一个什么签证。对，签证的话没卡我们，签证瞬间就过了，根本没卡，对，也就10分钟。签证是55欧元，但是这辆汽车可真是卡。第一，这辆汽车的品牌在非洲没有。第二个，因为你是汽车过去，你带了很多的行李啊，很多东西，又是牵狗吧，又是找人吧，就光查行李查3遍。他把每一个细节全给我打开，他竟然把面膜给撕了，说故意的，就是说这是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我们在欧洲买的国际保险，就是我们进摩洛哥有这个保险，人一看 OK 没问题，有保险过了。因为我们是买的非洲全险，包括什么冈比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全买了，一直到南非我们全买了，不认。他到这儿就跟马克说，
说那个保险我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 No 行 no no insurance no no no。这样你应该买莫里塔尼亚。叫 Welcome to Mauritania. Here is different。好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也是当天进入到毛里塔尼亚了。完了，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努瓦迪布。努瓦迪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我们拭目以待。原以为关口是最难过的，只要进来以后就什么事都没了，但实际上这才是地狱模式的开始。我们在一检查站被扣下了，扣下了以后呢，我们还跟别的检查站一样，我们把我们的护照、我们的保险、我们的所有资料给过去了。马克下去，半天不上来，完了我说我下去看看去吧。我一下去看，被一个高大的佛伯勒给叫住了。马克1.82米的身高，在他面前显得非常的娇小，气势全无。我说怎么了？被告知，外国入境车辆，需要一个许可，什么许可？前挡风玻璃有膜的许可。哇，这个是我觉得没有地方可以办。我们万万没想到，对吧？但是他怎么跟我们说的？我们带你们办，对吧？我们带你们去办一个许可，然后给我们派了一个大兵。坐在我们车上，坐在我们车上，我们车只能坐3个人，他跟马克都坐在副驾驶。万万没想到，我们去的根本不是一个办许可证的地儿，而是警察局。行不行啊？马克呢？还在那儿站着呢。扣那儿了。兄弟们啊，天鹅红，让你们知道这个非洲啊，这是真实情况。这个开中国汽车，我告诉你们有多难。一路上感受到了，车扣48小时罚2000块钱，什么意思啊？跟我们说带你们办许可证，到了这儿，为什么让你把车开进来？开警察局里边，扣48小时，罚2000块钱。为什么？告诉说你这贴膜了。后来我马上给当地的朋友联系了一下，我说：“哎呦，忘了告诉你们，他们这边的警察是见着你们可能会找事儿，以各种各样的情况，就算你没这膜，他也用其他的方式找事儿。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了要钱。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一些钱，然后不要让他把你带到警察局。是这样啊，我这个我没有给这个习惯，你知道吗？我没有任何的这个习惯，但是他现在就是找你各种各样的原因。”说你这个牌照的车，是吧？不行，上不了路，不合法，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不行。现在我们这车，一车的东西，把车放这儿48小时，那放这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现在这是一个很大问题，我在想办法。你要再去沟通一下。撕了。把膜给我撕了啊，2个膜全部撕掉。然后跟我说，刚才他的意思跟马克说，你今天想把车开走也行，4000。我发现了，真的啊，在这儿真的就是要钱。那怎么办？就是我们刚刚到这儿，人家说你这车特别明显，基本上被截下来几率是100%。而且他们这边截下来的点还特别多，他们这儿设点的警察特别多，基本上多少米？500米，500米一个，就500米一个。个。我说这可喂不过来啊！这咱们要开出去，这得多少钱啊？可是这才刚到毛里塔尼亚，我觉得毛里塔尼亚后边的那些更不发达的国家怎么办？这我真的特别担心。刚开始我以为只有俄罗斯是这样，没想到到这边真的是啊。如果我们车不开走，我们的行李在这儿这么多，就很危险。而且还有一点，我现在根本就手里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我马上打通了我当地毛里塔尼亚的朋友，现在他的翻译过来拿钱救我来了，偷偷聊价了。现在刚才说4000，现在改3000了。但是我们的车不能留在这儿，是，我们的车不能留在这儿。他们还在交涉，我们等一等。就是反正到警察局这钱少不了。刚来毛里塔尼亚，现在是什么情况？我朋友的翻译来了，布瓦他已经来了，来了以后呢，他只有2000块钱，他只带了2000块钱，因为上去说2000块钱赎车嘛，然后他一听多少钱，3000都傻了，他怎么会要这么多钱？对啊，又是外国人，又是外国车，这个车的牌子在这儿还没有，他可能觉得你特别有钱，然后他现在，给他的朋友打电话凑钱，心情荡到底点。刚一到这国家，刚开始出到海关了以后，从海关出来以后，觉得哇不行，我终于算过关了。刚花了那是吧
170欧元可算过关了。好，这儿不用170欧元了，直接3000来吧您。我就怕我们开着这么明显的车，这个东西要是在这岗哨这儿来回转，下来吧您啊，这儿不行，接着拿500、800、1000。这个就是我觉得穿越非洲最难的，不是人穿越难，是车穿越难。2000 OK 了。你跟他聊，因为他说他做，然后说我们有个我的头大，我们钱在这里，只要等你们。大哥他告诉别的人只要给我2天，还有这个单子他拿走了啊，然后哎，这那个不是那个大哥，哎好，行吗？可以走了，可以走了。收个来，谢谢啊。这个小哥哥一直在帮我们。3 Q，这个是刚才给我们带过来的哥们儿，还是挺仗义的，还是他一直在帮我们，比别的好很多啊。给钱了吗？哦，还是要给1000。买车什么？多少钱？问我们买车多少钱？这我说多少钱，兄弟们？在国内买的，你说在中国买的 ？OK， 不敢说。哦，我以为是2000块钱放我们走了呢，结果又一反转，兄弟们又一个反转，这是反转中的反转。我脑子都已经受不了了，我脑容量都不够了。说你们走吧，把你这个翻译扣我这儿了，你拿1000块钱赎他吧。要等多久？5分钟。5分钟。让他给我们开好票，要证明我们接受过罚款，对不对？对。兄弟们又反转了啊！我们先走了，来，我们走了。哎呦，慢点，还是刚才那个小哥哥说，你们为什么还不走？为什么停在这里？对，我们先走了啊，兄弟们。原来是外面的人想要钱。对，原以为摩洛哥的沙漠干旱无情，来到毛里塔尼亚之后，才发现摩洛哥是幸福的天堂。然而，我已经意识到，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会越来越难。